南宋为什么亡国？最新科学研究表明，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竟与印度尼西亚有关。有个词叫蝴蝶效应，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只蝴蝶轻轻扇一下翅膀，2周之后可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正是印度尼西亚上的这只蝴蝶扇了下翅膀，波及到了中国南宋、蒙古，甚至整个欧洲，进而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局势，彻底影响历史走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将近1000年前的蝴蝶效应。1258年是个很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蒙古铁骑四处出击，东西两线同时作战，西线西征，东线进攻高丽、南宋。在西线，蒙哥弟弟的序列兀正处于西征中，占领巴格达，灭阿拔斯王朝。第2年，蒙军兵分3路进入叙利亚，连破阿勒颇、大马士革等重要城池，兵锋直抵加萨。在东线，蒙古帝国征服高丽崔氏王朝，双方达成和平协议，高丽成为蒙古藩属国，但保留政府体系和传统文化。按理说，蒙古帝国还在西征，又吞并了高丽，不该再起战端，双线作战是兵家大忌。但这一年，蒙哥大汗却又大举进攻南宋，出兵时间上也非常诡异。1258年7月，往往正是盛夏高温时，蒙哥、忽必烈和大将乌良和台兵分3路进攻南宋，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最终受阻于重庆合川钓鱼城。据说第2年，蒙哥大汗在钓鱼城被击伤，不久后去世。面对外敌，南宋一向身段柔软，割地赔款从不含糊，即便如此，也没逃过被灭亡的命运。可既然南宋这么听话，予取予求，为什么蒙古要坚持打南宋，甚至不惜选择犯了兵家大忌的双线作战呢？如今科学家锁定了关键真凶。根据现代气候学家的研究，12世纪时，亚洲气候早期中幅降温，中后叶中大幅升温。13世纪时，整个欧亚大陆都在降温。也就是说，金国南下攻打北宋，其实有着寒冷气候的驱动，北方越来越冷，食物越来越少，驱动着金兵南下入侵南宋。正是这场13世纪的大降温，导致北方越来越冷，地里长不出庄稼，封冻的草原上长不出牧草，人和牲畜都成批死于饥饿和严寒。于是饿急眼的蒙古铁骑便南下灭金、灭宋。问题在于，蒙哥为何会在1258年的盛夏，而不是秋高气爽时出兵？气候学家研究发现，这一年欧亚气温都在急剧下降，遭遇了一场极为罕见的低温。我们以为的盛夏时节，在当时也许正是凉爽的秋季气温。发生这一切的具体原因与印尼的一场灾难有关。通过大量科学研究，科学家发现，在1257年时，印度尼西亚撒马拉斯火山发生了一次大爆发，这是人类石器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最终甚至将撒马拉斯火山彻底抹去。火山喷发之后，大量火山碎屑物被抛射到了平流层，阻挡了阳光，缺乏阳光照射的地表开始迅速降温，严重影响了全球气候变化。之后，全球进入小冰期，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各个大陆上的人类文明都陷入了动荡。你可能会问，一次火山喷发的后果这么严重吗？我们拿1816年的无夏之年举例。这一年，坦博拉火山爆发。坦博拉火山位于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北岸，1815年曾经猛烈爆发，喷出150至170立方千米火山灰，能量可能达到了8亿吨 TNT， 火山灰柱高达45000米。这场喷发导致当年全球气温平均下降 0.53 度。第2年的1816年全年，整个地球都没有夏天。而南宋灭亡前的这次撒马拉斯火山爆发，火山抛射物的数量大约是坦博拉火山的2倍。比坦博拉火山威力高达2倍的撒马拉斯爆发，对全球气温影响无疑更大，必然导致气候更为严寒，持续时间也更长。在中国史书上，对如此极端气温也有记载，可以佐证这一次火山爆发的影响力。根据《宋史》记载，1258年的气温非比寻常，尤为寒冷。史书上用了西湖冰河4个字，所谓冰河，就是西湖整个都冻起来了，可见当年西湖冷的程度。
在近现代历史上，西湖并非没有结过冰，比如1930年、1977年可在湖上溜冰，但远没有达到冰河的程度。至于2008年西湖结冰，只是布局地区结冰较后而已，还有大面积水域没有结冰。要把西湖的水全部冻上，至少要杭州冷到中国东北的程度才行。可见向来锦绣温润的江南杭州，在1258这一年遭遇了千年难遇的严寒，那么远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又该冷到何等程度？因此蒙哥这一年匆忙南下攻宋，终极原因可能在于严寒天气的驱动，不然在接下来的冬天将会面临残酷的景象。在整体降温的13世纪，又雪上加霜地遇到极端严寒，持续的寒冷天气消耗了南宋的国力，越来越无力抵挡蒙古大军，最终只能宣告败亡。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严寒的北方草原让蒙古帝国急需南下，于是越来越多的蒙古部落越过长城南下定居，蒙古大军对南宋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可以说，如果没有撒马拉斯火山爆发，南宋最终的命运或许还是败亡，但可能没有那么快，还有国力抵抗一段时间，忽必烈一统中国的时间也会推迟。遭殃的不只是南宋，整个欧洲也在蒙古铁蹄的威慑中站立，而蒙古人要远征欧洲的原因，很有可能也是这次举世罕见的极端寒冷。可见，印度尼西亚的一次火山喷发，彻底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走向。这不是气候第一次深刻影响人类历史，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能看见气候这只无形的手在暗处发生作用。竹书纪年记载，在约公元前1618年，也就是夏商更迭之时，华夏大地异象频出，出现黄色的青蛙、3的太阳、7月结霜和五谷凋零的现象。无独有偶，根据现代考古和风暴石碑的记载，同时期的埃及也发生了地震、蛙灾、瘟疫、冰雹、蝗虫、河流枯竭等灾难。基督教传说中的末日天启也不过如此。而在中国国语、周语记载道，伊洛结而夏亡。伊洛分别是伊水和洛水，这两条河流枯竭后，夏朝也就灭亡了。中国传统的史书把夏朝灭亡归结为末代君王夏桀暴虐，宠爱妖妃妹喜，失去了人心，最终导致夏朝灭亡。而现代的科学家们有不同的意见，有历史学家把这些事和同时期希腊发生的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联系在一起。据地质学家测定，米诺斯火山爆发事件大约发生在前1628至1645年间。这次火山爆发是有人类历史1万年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大火山爆发影响了气候，导致了火山冬天，整个地球骤然入冬，气温降低，作物减产死亡，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动乱。夏朝于是毁于这场席卷全球的天灾之中，被商朝取代。以前读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这些互相隔绝、没有往来的古老文明，他们的历史进程却如此同步，几乎是同步进入繁荣，又同时迈入衰亡。这个巧合非常神奇，好像冥冥中有天意，或者说上帝在操控人类的历史。如果说正是气候这双无形的手在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也就说得通了。而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五胡乱华的时代，华夏民族几乎被北边的游牧民族打到亡国灭种。如今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的平均气温比西周时期冷了大概4度。千万不要小看这4度，平均温度低了4度，意味着夏天凉4度，冬天也冷4度，足以使季节植物生涯的时间延迟1个多月。在古代农耕社会，这1个多月的延迟足以造成大规模人吃人的饥荒。而饥饿的胡人南下劫掠，胡汉间的相互征伐又使得北方人口锐减，北方汉族数量从顶峰的1200万人下降到不到400万人，人口锐减了2/3。明朝崛起和灭亡也有气候变化的影子。元朝末年恰好就是一个小冰期，朱元璋在乱世中崛起，开创了大明王朝。随后气候逐渐转暖，明朝也迎来一个又一个盛世，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时期，整个明朝的人口达到了惊人的2亿。然而好景不长，小冰期又一次来临。根据气候数据的记载，
在崇祯时期，哪怕是中国最南方的海南岛都出现了霜冻现象，遑论中国北方了。受严寒的驱使，北方游牧民族再一次南下。即便明朝军队有着丰富的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但仍然对抗不了成吨的天灾、饥荒和内乱，自然灾害最终拖垮了明朝。李自成率领饥饿的农民发动起义，打入了北京城。明朝实际上是死于他饥饿的子民之手，并最终被后金捡了果实，趁虚而入。我们的史书往往过多地把历史大事件归结为人因，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为君主失德、官员腐败，尽管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却忽视了气候变化这一关键外因。古代的农业社会是非常脆弱的，稍微有一点天灾人祸就可能酿成大的灾难，进而倾覆一座王朝。今天的我们可以用科技手段改造自然，对抗自然灾害，把天灾对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然而，人类终究不能脱离自然而生活。今天的我们也依旧苦苦与地震和各类极端气候做斗争。也许今天一次不那么起眼的大寒潮、大山火会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钥匙。后世的人评价我们这一段历史，也会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与某次极端气候联系起来。我们依然需要敬畏自然，